肉晒伤与多肉烟霉病表现出来的症状很像，但晒伤一般可以挽救，而烟霉病就比较可怕了，不但会让多肉烂光光死亡，还具有传染性，发现后要及时隔离，一定要重视。那么怎么区分晒伤和烟霉病呢？天气热起来以后，你的多肉有没有遇到过叶片慢慢枯萎，还出现黑色斑点的情况？有时斑点在叶片，有时茎秆也开始发黑。你有没有经历过看到黑色斑点没有特别处理，结果好几盆都化水、黑腐、死亡了？其实你经历的这些，大部分多肉在夏天都有很高的概率会遇到，但是要学会区分。如果黑斑是晒伤，那么降温处理；但如果黑斑是烟霉病引起的，第一反应不是保住这盆多肉，而应该要确保它不会传染给其他多肉，要将它隔离。隔离后的第二反应才是怎么样保住烟霉病的多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详细介绍一下多肉晒斑与烟霉病。今天的影片主要分3个部分，第一部分介绍一下多肉晒伤的预防以及事后处理方法，第2部分介绍一下烟霉病的形成原因和解决办法，最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晒伤与烟霉病的区分方法，学会区分以后就能将损失降到最低。第一，多肉晒伤。我们都知道多肉晒伤是因为光照太强才会晒伤，那么为什么光照太强多肉就会晒伤呢？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其实多肉晒伤不仅在夏天，在冬天多肉也会晒伤。那是因为晒伤其实是分2种不同类型的，一种晒伤可以叫做脱水性晒伤，是高温暴晒导致叶片温度太高，肉为了调节体温过度蒸发导致的。脱水性晒伤的特点是受伤部位表皮干瘪，出现枯萎迹象或木质化的斑点，还有一些肉会表现出叶尖、叶缘干枯的现象。第2种晒伤可以叫做紫外线灼伤，被紫外线灼伤的叶片呈现出的状态不是干枯失水，而是细胞坏死、化水。如果温度适宜，被灼伤的部位还会滋生霉菌，形成霉斑，而冬季出现的晒伤多半都是这种紫外线灼伤了。尽管大部分肉都需要充足的太阳光才能健康成长，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却能损坏植物细胞中的 DNA， 造成植物细胞死亡。所以对于肉来说，紫外线不仅没办法被光合作用所利用，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东西。为了抵御紫外线的伤害，几乎所有的植物都能合成一种叫做芥子酸酯的物质。简单来说，芥子酸酯就相当于植物的防晒霜，能够将可能伤害细胞的紫外线吸收掉。在肉的幼苗时期，防晒霜是细胞里的常备物质，用于保护幼苗不被晒伤。但成株肉的细胞内并不会主动合成防晒霜，它们会根据阳光的强度来调节防晒霜在细胞液中的浓度。强烈的阳光和较长的日照时间会促进防晒霜的合成。但是防晒霜的合成是需要时间的，如果把在弱光下生长的肉突然拿到强光下，肉来不及合成防晒霜时，也有可能出现晒伤。那么如何避免肉晒伤呢？其中一点就是尽量不要让肉处于休眠状态。生长旺盛的肉合成防晒霜的能力也更强，它们不需要我们特殊照顾，也能很好的应对环境的变化。避免肉休眠的办法就是尽量确保肉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，并且能够享受充足的阳光和水分。而正在浮盆的肉可以慢慢放出去，让它们有个逐步接触紫外线的过程。而高温的夏天需要遮阴，避免强光照射。除了强光外，过度缺水，叶片处于脱水时也容易晒伤。还有一点就是浇水的时候，如果有水滴在叶片上的话，也会造成光照灼伤叶片。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些花盆里面缺少铺面时调节温度。知道原因可以避免以后晒伤，那么已经晒伤的多肉需要怎么办呢？多肉晒伤其实也是分等级的，按晒伤的轻重程度处理即可。轻度晒伤一般仅表现为叶片边缘或嫩叶上有零星的晒斑，这种即使不刻意处理，后期也会通过自身消耗慢慢淡化，变为浅的斑点。中度晒伤叶片上的晒斑通常比较明显，斑块面积较大，可先将其移至凉爽通风处养护。近期不要再采用喷淋的方式浇水，以免导致叶片黑腐和化水。
待其缓解一段时间后，再视叶片晒伤的严重程度，考虑是否需要摘掉一些晒伤比较严重的叶片，或是砍头处理。不介意的花友们也可耐心的等待，让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消耗，不过需要的时间会很长。严重晒伤的多肉不仅部分叶片完全焦枯，一些后叶品种甚至还伴有黑腐和化水的症状，这种处理起来比较棘手，除了移动到凉爽通风处缓解，清理掉一些焦枯化水的叶片以外，短时间内最好不要给水，待其基本稳定再考虑修剪、砍头，或是利用叶片分支或侧芽另行繁殖以预留备份。第二，多肉烟霉病。多肉烟霉病其实就是其表面产生一层暗褐色至黑褐色霉层，以后霉层增厚成为霉烟状。因为症状有点像烟霉，所以也叫烟霉病。多肉烟霉病的原因有两种，第一种是由霉菌、草本孢菌、链孢菌等多种病原真菌在高湿、高热或者通风不好的环境下，各种菌类协同侵染所引起的。另外一种是寄生菌，一般寄生菌以介壳虫、蚜虫等虫害分泌的蜜露，或以植株自身分泌的蜜露为食，并开始滋生聚集，而寄生菌的菌丝带有吸气，会侵入植株内部吸取养分，造成植株茎叶组织受损，持续恶化会造成整株死亡。烟霉病的防范方法依旧是杀虫。烟霉病大多来自于各种虫体携带性感染，蚜虫、介壳虫、蚂蚁等除了啃食吮吸植物叶片、根部的枝叶外，这些虫害还会分泌排泄粪便，这些分泌物中带有各种菌类，被这些害虫咬伤后会加重感染。所以平日里一定要加强杀虫，特别是在夏季，因为害虫大多数都是在夏天爆发。方法二是改善多肉生长环境。夏季一定要注意通风，保持一定的光照，千万要避免高温闷湿。最后是通风，在不能晒、不能大量浇水的夏季，通风一定要保持。闷热必然会导致病害，而通风是一剂最好的良药。关于烟霉病的处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将病株隔离开来，避免它产生新的传染蔓延。尤其有些品种非常爱感染烟霉病，像碧桃、红莓、红之玉等，所以一定要早发现、早隔离、早治疗。然后就是对生病的多肉用药，可以采用的方法是甲基加多菌灵加链霉素溶液喷湿，尤其是对叶背，一定要喷洒均匀，然后再灌根。多菌灵和链霉素都是内吸性的，可以被植物吸收到体内。第一周可以3天喷一次，然后后面几周就1周1次就行了，持续3到4周。有些感染比较严重的多肉，除了喷湿以外，还要用多菌灵苷粉涂抹整个叶片。一般来说，如果用药1周完全没效果的话，应该是多肉根系不健康，这个时候你需要检查一下植物的根系，用多菌灵浸泡晾晒后再重新种植。3. 晒伤与烟霉病的区别。烟霉病早期症状发生在多肉叶片背面和茎部，叶片茎部有多个黑色点状密集物质或者结痂疤痕，烟霉病后期黑色密集点蔓延整个叶片背面，最后多肉叶片正面也逐渐长满黑色物质。多肉被晒伤后，叶子刚开始会失水萎蔫，然后出现晒斑，但即使有晒斑的话，也出现在叶面而不是叶背面，并且不是以黑点的形式存在，只有后期叶片才会以大块的形式逐渐变黑，并且晒斑的绝大部分不会波及到茎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你曾经遇到过烟霉病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并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